好，觀眾朋友，節目的第二個環節呢，我們要持續來關注俄烏戰爭。現在雙方的局勢竟然被一段的錄音檔給引爆了。我們跟大家展開來看是怎麼回事哦。就是彭博社揭露了一段錄音檔呢，說是川普總統啊，他竟然主動呢說川普的特使主動向普丁的幕僚表態說，如果想要和平的話呢，那你就要把頓內茨克整個區域給讓出來，土地呢甚至割的可能要更多。那這段錄音還證實了這份28點的和平名單，其實背後的主筆者呢，可以說就是整個川普團隊來親自打造的。想必是讓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難以接受嘛，修修改改改成了19點，並且把領土議題淡化，把軍備限制縮小，甚至避團北約。但看起來都是徒勞無功的，因為你把球丟回給川普跟普丁，他們兩個人已經有下一手見面的計劃了。我們請教大千委員。這個錄音檔什麼時候不爆？在這個時機點被爆出來，能夠產生什麼效果？還有烏克蘭跟歐盟針對28點修修改改，管你怎麼改，好，是不是只要普丁不認，一切都徒勞無功，而且還會把川普更加的推向普丁這裡，然後呢做球給他殺，這種感覺。對，我覺得川普這個人講的話啊，究竟有幾分可信？這個我相信大家見仁見智。不過有一件事情。川普說到，他就真的做到了。他真的把普丁當成是好朋友，就是川普過去開口閉口就講普丁是他的好朋友。對，普丁從來沒這麼講過。但是顯然，川普內心中真的把普丁當好朋友了哦。所以這卷錄音帶，如果這個內容為真的話，我相信就再一次的證明了川普對於普丁的友誼是相當堅固的哦。那這一點，如果我是普丁的話，我應該還蠻感動的。第二點就是說。你說這28點是莫斯科提出來的嗎？我懷疑，因為莫斯科過去針對停戰，他早就有提出他的看法了，他沒有這麼多點啊。一個是莫斯科，一個是這個烏克蘭，兩邊要停戰。對莫斯科來講，他閒着沒事幹，提28點這麼多幹嘛啦？我就提幾個關鍵的問題就好了嘛。可是洋洋灑灑這28點哦，你怎麼看都不會像是莫斯科提出來的。所以我當然覺得這卷錄音帶的可信度很高啊，因為。看起來就是別人所提出來的，因為不像莫斯科過去所提的一些論述嘛。然後第三我要講的是，其實川普是一個很務實的商人。我覺得在俄烏戰爭這件事情上，他的立場並沒有錯，他會打算盤的。你知道商人最厲害就是我今天買一個股票，我看這個股票不會漲，我就立刻斷頭，對，我就立刻把它賣掉，我就去投資下一檔股票，我不會把我的錢綁在那個地方的。川普今天操作的模式就是如此，我眼看着這是個必賠的一個投資了，我現在不趕快止血，我是接着要繼續賠下去，賠到輸光為止嘛。所以對川普來講，他處理這件事情就是完全是一個商業務實的行為了哦。這個戰場我不戀戰，我接着要挑對我有利的戰場，我現在想辦法先止血。所以川普不止一次是講過了，這是一場根本沒有必要發生的戰爭哦。那麼對烏克蘭來講，我覺得這是一件情何以堪的事情了。對於烏克蘭跟愚蠢的歐洲來說，這真的是一件情何以堪的事。就他們原本以為的救世主川普並沒有要支撐他們，再一次的證明這就是一場白打了快4年的戰爭了。你烏克蘭死掉了多少人？死掉了1代2代的人呢？烏克蘭現在是遍地廢墟。最後呢，不但回到原點，還倒退好幾步。那早知道如此，當時不要發生戰爭就好啦。你當時的拜登不要去慫恿他，不就好了嗎？當時你歐洲進軍250，想辦法去勸架一下，不要在那邊火上加油就好啦。就現在搞了個半天，白忙一場嘛。所以這28點，你說變成19點，俄羅斯會不會接受？我覺得關鍵就在於說，俄羅斯所講的那幾點有沒有在裡頭嘛？如果不在裡頭，那當然就很難達成共識。那你說對川普來講？那他接下來會做的是什麼呢？他接下來我猜啦，他當然會表面上各打50大板，然後再一次表達說他對克里姆林宮很不開心，但是最後呢，他還是會施予強大的壓力在烏克蘭身上，因為他是一個務實的商人，他知道這一局美國是賺不到好處的。是，確實哦，剛剛委員有跟我們提到，川普跟普丁兩人之間的關係到底有多緊密，是不是真的是麻吉好朋友呢？這個我們還可以從俄羅斯方面有一個動作。彭博社的揭露還包括了指出，俄羅斯也準備了一套商業合作的大禮包啊，要回獻給川普。我們來看看，包含了北極的能源、AI 的合作，到馬斯克的白令海峽海底隧道等等，很有想象空間的題材。它簡直就是一場頂級的商業交易，可以說有噱頭、有賺頭。那這不就是川普總統最愛的東西嗎？那前 CIA 局長說的更直接哦，他說川普他就是一個商人總統。
那普丁提出的條件，簡直打到點子上，太合他胃口了。所以雙普他們之間的溝通，大家可能要用更商業交易的邏輯來思考。所以領土、裁軍跟棄北約這3大核心利益上，葉老師如果覺得雙普真的要談，普丁的底線在哪裡？什麼是絕對不能動的蛋糕？我跟大家強調，這個川普所做的事情，他是跟這個普丁真的是當成好朋友來看待，已經好到就忘掉自己的目的跟立場了。其實普丁在這快4年多的戰爭，所有人都感覺到很驚訝，因為原來俄羅斯打烏克蘭的時候，大家都以為4天就結束了，就搞成4年了，對不對？我跟你講，這個戰爭不會結束的啊，至少的話呢，零零星星的會鬥下去。因為這裡面呢，我先回答你的問題啊。大家記得特別軍事行動，其實它不是有3個核心利益，它是有4個啊。這個4個核心利益的話呢，你這邊強調，這是領土的話呢，這個原來28條裡面定得非常荒唐。這個頓巴斯地區包含盧甘斯克跟格涅斯克的話呢，通通歸這個俄羅斯，對不對？那其中的話呢，還強迫這個烏克蘭要撤軍啊，有些地方他還沒打下來。那赫爾松跟扎波羅熱的話呢，也要打到哪停到哪裡啊。克里米亞根本想都不要想，這是領土。第二個的話呢，就是原來的話呢，這個特別軍事行動要求是非軍事化，那這個是比較奇特的，就是說原來28條就講要維持60萬大軍，其實我覺得這裡頭就有貓膩在裡頭啊，就是後來在19條上改成80萬大軍啊，那永遠讓烏克蘭不能夠加入北約，那這個是原來的內求。那另外還有一點的話，就是文化上，就是烏克蘭要承認俄羅斯文也是他們的官方語言啊，這個原來28條都有。那這我就覺得這裡面有2點是非常非常有趣的。首先第一點呢，這事前呢是有一個媒體上的一個媒体。網絡上的媒體不大 Axios 所報道出來的，然後呢，就是大家就一看完這28條，大家都涼了半截，就是這個好像是完全是站在俄羅斯那邊講的。然後盧比奧也特別，那個美國的參議員呢，也特別強調說，跟盧比奧談以後，盧比奧講說，這個28條是俄羅斯人起草的，是普丁授意的。好，大家一聽哇，嘩然，然後盧比奧馬上就說啊，沒這回事，是美國人起草，但是有考慮俄羅斯的意見。那這個28條本身來講不公平。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呢，就是說是在整個時候呢，川普就一開始講態度非常強硬，接受訪問的時候，那你不接受也得接受，接受也得接受，然後呢，就是在這個感恩節前。今天、明天就是美國的感恩節，就現在要解啊！現在的話稍微改變，但是為什麼這麼急呢？其實裡面我真覺得裡面真正的原因啊，川普急急忙忙想把俄烏的衝突節省下來，另外撈了那個俄羅斯的真正的好處，你剛剛講了也包了什麼？講的都是很慌的，就是很虛的。但是真的就是28條裡面規定，就是俄羅斯要拿出1000億，拿出1000億美元來投資，然後任何利益50%分給美國。我跟你講，俄羅斯太便宜了，1000億就撈到了一個好大的土地啊，撈到一個整個的這個烏克蘭工業區。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，你要想到，就是說川普本身為什麼這麼急的想要終結這場戰爭呢？主要的目的是想把手騰下來了，因為太平洋這邊的問題夠他煩的了。要把重心轉移一下。當然了，就是這個情況嘛，對不對？好，面對這個戰鬥民族的遲往西的逼近呢，現在緩衝區的烏克蘭感覺是節節敗退，已經快撐不住了。讓縱深更遠的一些歐洲的大頭們也是開始緊張了，包括德國說要打造歐洲最強的軍隊，考慮要強制徵兵了。那法國的參謀總長甚至警告國人用的還蠻這個危言聳聽的，說你們要準備失去孩子了。那在法國這個社會輿論，當然是引發了很大的強烈跟反彈了。好，那現在這些歐洲國家躲在後面，但是烏克蘭作為第一線，感覺已經是快撐不住了。那這些歐洲強權怎麼盤算？真的有做好準備要跟俄羅斯一戰嗎？還是繼續打嘴炮啊？我支持你，但是沒什麼作為。馬克宏這個總統講的，有時候有些話已經讓你覺得毛骨悚然了，對不對？他說什麼？馬克宏說，俄羅斯就是徘徊在我們家門口的那個掠食者，會吃人的。所以當時他講這句話的時候，那普丁的差點氣死了，說，是食人魔，也是掠食者，讓人家覺得說，馬克宏你怎麼會出此言呢？因為法國其實，在我們的印象中，應該是在歐洲比較文明的一個國家，他也沒有那麼激進。但是呢，現在法國的總參謀長叫蒙頓啊，此人並不見經傳，但他突然講了一句說，未來幾年，法國的父母們，你們準備失去你的孩子。這句話一出，大家都嚇一跳，什麼意思啊？為什麼？因為我跟你講，其實啊，普丁現在對付這個烏克蘭，就像那個習近平對付台灣一樣，叫蟒蛇戰略，要慢慢把你給勒死。我們在被勒死之前，一定要加強國防，
不能夠因為加強國防而造成經濟的損失，我們就果步不前、停滯不前。為什麼？那後面一定會造成更大的傷害。所以它的就是預警、預示說，我們現在一定要開始加強我們的國防工業啊。法軍現在有20萬人，但是他的後備部隊只有4萬人，所以法國到現在，馬克宏沒有真正就是有系統的要怎麼樣增加兵力。但是法國的軍工產業的確已經開始漸漸在加強，有比如說製造他們像 ASMP 飛彈啊，還有它的飆風戰機啊，還有它的核子實力。其實老實講一句，法國是在歐盟之中唯一具有核子武器的國家，另外一個國家是英國，但是它不在歐盟裡面，所以法國其實它在整體的軍力上面，當然你從二次大戰跟1次大戰的結果來看的話，法軍的作戰能力遠不如德軍啊。那過了80年以後，法軍是不是要重振旗鼓呢？是因為俄羅斯的这種威脅而真正能夠重振旗鼓呢？好，那我們講到法國就要講到德國，德國是一向是讓我們知道了德意志的武裝部队，德國陸軍大概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強的陸軍吧，甚至要比當年侵華的日軍還要強。那德國陸軍現在只有多少人呢？現在大概只有非常少人，他只有大概10幾萬，他不到20萬。那你現在要擴充，德國的國防部長他也講了，他說我們現在決定從2026年開始。每一個新入伍的兵，他都有2600歐元的月薪。大家仔細聽好，2600歐元是多少錢？相當於台幣10萬一個月。月入10萬，我們台灣的年輕人啊，都要羨慕到死掉。為什麼？一個兵，他還不是有任何階級的官，他就有10萬台幣的收入，2600歐元，對於年輕人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引誘。可是左派完全不同意，德國左派認為說，你現在在幹什麼？你用這個薪資來引誘年輕人要去上戰場嗎？我們愛德國，但不一定要讓他們都上戰場。所以其實德國現在也在面臨說，我們今天是要不要把等於是現在還是募兵改成徵兵制啊？如果真的歐洲局勢緊張的話，德國是可以改成徵兵制的。在這個2大國家之中，現在對俄羅斯的態度是這樣。可是我再講一句實在話他們要真正能夠達到，就說照他們的意思達到他們的武力可以跟俄羅斯就是相抗衡的話，最少要10年。沒有10年的那個準備跟建軍的話是做不到。烏克蘭等不了那麼久。歐洲這些國家根本上就在唬爛，就是出一張嘴，然後呢打嘴炮，然後表示一下自己的決心。這麼有決心，法國現在就把飆風戰機先飛一批過去，就飛在烏克蘭那裡。然後德國就像剛才幹哥說的，你不過就10幾萬嘛，不要多，派2萬人就過去。你敢不敢派嘛？你都不敢做，你在那邊鬼扯什麼？馬克宏說要派兵，講了多久啊？那個兵到底在哪？前一段時間看到馬克宏說他決定要援助烏克蘭，我就想說到底援助什麼呢？他要賣100架飆風戰機給烏克蘭，你戴總就送他100架就好了，你還叫他買？然後呢，錢誰出呢？錢要歐洲國家出，然後歐洲國家根本就沒有人想要湊這筆錢。法國經財政快完了，德國也完了，英國也完了。整個歐洲現在到底誰拿得出錢來，我都不知道。所以整個歐洲就是一群根本沒有用的家伙，還要在那邊每天在那邊耍一些把式，好像自己可以影響這個世界。別鬼扯了啦！俄烏戰爭就是因為你們這群人越幫越忙的。找專家繼續來討論呢，這半導體還有太空競賽的熱門話題，不要走開。地緣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。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